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进入直播间。欢迎 Evolete 进入直播间。欢迎电 Brandy 进入直播间。电 Brandy 说：“哟呵。”早上好，早上好，欢迎电器，早上好，早上好，欢迎 Brandy， 早上好，早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又喝个屁！我播了那么多次，你都不来看。这个今天我刚才想登，我刚才想登推特的时候，怎么登也登不进去了。我靠！本来想在直播前，直播前把视频投出去。然后再说，结果压根儿。Randy 说：“老登睡觉。”我知道，上周播你也没有来，气死我了。老登作息比较健康，很好，又是这种健康作息。我先把我视频投一投，把我今天事儿该干了，我就歇逼了，休息了，播一个点儿的。今天是自制拿铁加草莓燕麦酸奶碗。吃了几天川西就没吃了早餐。OK。电 Brandy 说：“再冲咖啡。”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好耶。”电 Brandy 说：“你绝对不要买平刀磨豆机。”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我妈来拿东西。”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怎么说？”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我买的手摸的。”我买的手磨的，手摇的。说：“飞粉。”啊，是这样吗？那你弄那个什么？你弄那个，你喷点水。我之前买了一个9.9块的喷水的，还挺好使的。它既不会有静电粘在那个手磨的那个上面，它也不会有什么飞粉。手磨没有飞粉这么一说，手磨它都是直接掉在下面，还挺好的。
我那个手磨的还是买那个摩卡壶给的。之前不懂，买了一个特别大的磨豆机，后来发现那个东西是批量磨粉的，不适合一杯，然后也不太好装到手柄里去。买了之后就没再用了。后来买了摩卡壶之后送的那个手磨的还挺好的。今天是山姆的新品，是个浅红的豆子。电 Brandy 说，但是没有磨一点深烘豆全是网飞粉。是这样吗？我没有买那个电磨的。我主要是不想再花钱了。来一口燕麦酸奶碗。电 Brandy 说，静电。你买那个喷水的，我有一个之前买了一个9块9，它就喷水的，你磨之前往豆上喷点水，就没有静电了。今天的早餐记录一下：一个拿铁，一个希腊酸奶。电 Brandy 说，250克。不能直接喷。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喷？草莓是150克。完成。我都是直接喷在豆子上，你就喷2下就行了。电 Brandy 说，你得拿个木勺子勺柄沾水。哇，你这太讲究了，兄弟。他们有人说直接喷豆子上的话会生锈，往豆里搅和搅和。你这太精致了，兄弟，太精致了。电 Brandy 说，得刀不好生锈。对，我知道，他们说喷水会生锈，但是我用了之后用了好久了，也没什么问题，反正就这么用吧，反正9块9，买来也不亏。今天的好酸啊！我靠，今天的草莓不甜，酸酸的，然后那个酸奶也酸，都酸酸的，还是菠萝酸奶好一点。回来了，有了，好了。Brandy 进入直播间。等一下，我把我的面部打开，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妈一出去，突然间网断了，我操！我的网突然在鬼畜。说好了。我之前我这个网是刚才是用有线接在我的电脑上的，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线断了，我去，有线断了，但是我的无线还在，就是我把我的那个有线那个网线从我电脑上拔下来之后，连我那个 WiFi 的无线就好了，我操了，那个有线的网线是不是有问题？电 Brandy 说，好神奇。是这样的，我刚才因为为什么插有线，就是因为它稳定。豆豆说，我一进来就断了，捂脸。笑死！我就是对，我一断能看到，突然间重连了。然后我后来尝试去连家里外面那个 WiFi，为什么会有这个有线呢？是因为我家之前换 WiFi 了，那个 WiFi 离我屋有点远，我屋就之前直播就卡。早上好，莎莎。欢迎菊土豆豆，早上好。然后然后我这屋网速就特别慢，就只有我一个人还好，要是那个其他人在就不行，就晚上直播的时候就会卡。然后
然后我爸就把原来的那个网那个路由器搁到我屋了，就搁我电脑边上，然后说给你再接个网线吧，稳定一点。然后但是刚才突然间就断了，然后我鼓捣半天，我把那个我屋的那个 WiFi 的启动那个电源开关了一下，也是不行。哎，又卡了吗？哦，好了。然后我说我尝试连那个屋外头那个 WiFi， 屋外头 WiFi 不稳定，就是还是网速太慢了。我屋就是没有信号太弱了。然后我说我操，那我把我这网线拔了吧，我再试试。我说因为我说我看我打开关15秒是吧？欢迎西 T 如就欢迎早上好。若无就进入直播间。然后我说我一选 WiFi 的时候，我能看到我就是我屋子里那个路由器的那个 WiFi。我说我连一下。欢迎离归之人进入欢迎离归之人早上好。给离归之人点赞，然后一连发现能连，又卡了吗？我看我直播又卡了。欢迎龙泉沙那只是我的网卡，进入是我的网卡，间吓我一跳。电 Brandy 说，我看来不怎么稳啊，我手机不太行。但其实我们家新换那个网速挺快的，但就是离我屋太远了，导致我屋的网速特别慢，而且容易掉线儿。就之前直播卡的。举土豆豆说卡了一下，是这样，因为现在在用 WiFi， 现在在用 WiFi， 但是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哎，我还在这儿。欢迎 Star 点茉莉进入直播间。茉莉，早上好。电 Brandy 说，拉一根网线或者加一个 WiFi。我就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路由器，直接就是怼到我的电脑边上。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拍一张发群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我之前直播一直都是，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们看群里那个拔下来的那个插头，那个网线，那是之前接到我电脑上的。然后刚才就突然间掉线了，那个有线突然间就不能用了，我靠！然后搁那鼓捣半天，然后最后发现把这个网线拔了之后，接这个 WiFi 就好使。操！当时想着接有线就是因为稳定嘛。因为这个网一般没有新装的网快，但是奈何新装的网属实是离我太远了。那个网装在我家的鞋柜里面，然后它要穿过客厅，再穿过我的屋子。上传速率怎么样？就是之前，就是我换网之前的，应该是上传速率其实还好。电 Brandy 说，上传速率是多少？我看一下，应该不卡，测速一下。电 Brandy 说，鞋柜里面。对，它那个线就在那个，应该不是，反正就是在个柜子里面，就是那个像鞋柜，就是也不能叫鞋柜吧，就是放在很低的那个柜子里面，它那个网线就拉到那儿了，就很神奇。之前那个是放在我们家客厅的那个电视下面的，那个就是我拍照的这个。Randy 说：“你接出来试试。”没有线，兄弟。然后这不是相当于给我装了一个吗？就是我屋的墙里面是有一根网线的，我屋的墙是有一根网线的，那是因为我这个屋子。Randy 说：“买呀，买呀，你干什么？为什么要拉飞线？不需要拉飞线。”Randy 说：“超六类。”没必要。我这个网你可以看到那根黑色的线，
我墙上其实是有网口的，所以本来就是说用这个网线去接我的路由器，就是它这个网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个网，因为我们家住在就是同一栋楼里面，上面是我姥姥姥爷，就是我们家用我们家的网线先穿一根线穿到他们楼上，这样楼上的姥姥姥爷他们也能，就是当然隔了好几层啊，隔了好几户，然后拉一根网线接到他们的路由器上，这样他们家就相当于我们两家用一个网，你知道吗？然后我这个墙上这个线是他们从下面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循环起来了。然后我在一块再接一个我的那个之前旧的路由器，然后我就能上网，是不是很天才？说，哦，对。然后基本就是一家用两家网，不是两家用一家网，就用那个网线给它接起来，要不然你得给运营商交2份钱。就是而且正好我们那个距离正好够拉一根网线，网线不是最长100米吗？正好一根网线就在那个100米之内，挺好，那个距离正好够。省钱小妙招。电 Brandy 说，花老爷，这卡通女孩的声音怎么有点像孙女？橘土豆豆说，这么多人用。其实你这么多人用，你就能用多久啊？那老年人他也不会常刷手机，他年纪大了，刷手机。我姥爷现在都拿那个，都不是看电脑显示器了，你知道吗？他是直接接在电视屏幕上面看，然后放到最大，超大显示器，拿电视当显示器，就是电脑接到那个电视的屏幕上，然后 HDMI 线一拉，坐在电视机前面。老年人眼神不太好。说，老爷眼睛瞎在手机上。什么那个怎么说来着？眼睛瞎在手机上，还有什么脑子废在手机上是吧？忘了。什么男人花心手机上，女人什么入围手机上。现在最新的梗是那个禅者行脚，我这几天刚刷的。欢迎电 Brandy 进入直播间。Brandy 回来。电 Brandy 说 ，BBETJCXZJAQ。这啥？这什么？电 Brandy 说 ，BBETJCXZJAQ。你在说什么？我搜一下。眼睛瞎在手机上。对，我知道，我说了，现在不是最火的是那个禅者行脚吗？ Brandy 说，眼睛瞎在手机上。你这个已经是1G 网络了，我们现在2G 新人类，现在是禅者行脚了。给你们看一下，你不知道禅者行脚吗？那个梗，禅者行脚。电 Brandy 说，那个看过。对呀。QQ 弹弹的，循环歌单。橘土豆豆说，不知道。来给你们看一下。电 Brandy 说，僧侣歌舞团。对，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原版是僧侣在跳舞，后来有人配了一个 BGM，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然后就特别洗脑。这是这2天，就这个。声音有点大。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这个有点挡了，不好意思。橘
啊，声音好大吗？啊，知道知道，看到了，我看到我的那个被挡住了，声音好大。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后来更新了，就其他人跳舞吧，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人跟风拍，就类似这种。啊，就大概这么个事儿。这是这2天的热梗。然后这个时候，抖音的弹幕就会飘过什么跳舞不是罪过，对，对，就这个，给你普及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当前热梗，这2天热梗，给大家普及一下这2天热梗。菊土豆豆说：“哦，惊喜！”给大家普欢及一下。迎奔跑已存在进入直奔跑已播间。存在，早上好，早上好。让你们跟上一下时代的脚步。我先把我弹幕区关一下，我现在要去推特一趟，发点东西。今天刚才直播前本来想发的，但后来推特怎么也打也打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挂个梯子，不然的话我的直播间会疯狂的自动重连，我的弹幕机会疯狂的重连。刚才推出问题了，哦，是吗？怪不得。我说我怎么加载不进去？我说我 Discord 能打开，但是推始终加载不出来，我以为是我网梯子的问题。自从买车的时候，然后就不怎么好，是吗？我倒是感觉比以前好了。我之前那什么的时候，我操，我的手机号被泄露了，知道吗？就疯狂的在给我推，每天发那种黄色短信，你知道吗？拉黑都拉黑不掉。后来我把我推特注销了之后就好了。欢迎迷梦，欢迎猫猫，早上，对，我现在这个是用谷歌重新注册了，然后它就是我还下载了那个 APP 在那个 Pad 上面嘛，它会给我的 Pad 推送那个黄色短信、黄色信息，就非常神奇，然后苦不堪言，然后就注销了。当时把所有账号，因为当时肯定是觉得就是这边账号出问题了嘛，然后所有账号 YouTube 所有能注销的账号全注册，真的是拉黑都拉黑不掉的那种，不知道绑定了什么东西，然后注销了之后就安上了，注销之后再也没给我发过了。然后这回用谷歌又重新注册回来了，之后我就没绑手机，能不绑的就不绑了，然后就没那事儿，肯定是泄露了。但不知道，估计就是经常那个时候老拿推特就是什么登一些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登一些有的没的，可能哪个网站不太好，然后直接泄露了。So fucking sad。传个视频，我们传个视频。哎，看看啊。结果搞得我很被动，搞得我早上直播的时候很狼狈，非常的狼狈，急急忙忙的，哎，我还以为是我电脑的问题，我电脑还重启了一下，他妈的，我操，把 MMD 想啥现在困的吗？还好吧，虽然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但洗把脸就精神了。有一说一，基础豆豆，你有没有关注我？对，看见你我想起来了。
哎，你竟然关注我了吗？哎，你没有关注我，对你没有关注我，吃了个顶嗓子眼，什么东西吃了个顶嗓子眼？你是不是没有关注我？我那天直播下播之后想感谢你来着，然后我发现我搜取土豆豆的时候，你不在，好像没有弹出来。就是 B 站艾特的话，会感谢喵喵投喂的喜欢你，感谢喵喵的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打赏的都喜欢，投喂的都喜欢。然后我一般比如说艾特感谢谁谁艾特的话，你的粉丝和关注就会出现在第一列，但是我打出举土豆豆之后竟然没有，我整个那个往下滚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你是不是没有关注我？我没有关注，对吧？对吧？是不是？是不是？被我发现了啊！被我发现了！被我发现了！我本来那天想，哎，有呀，哎，是吗？那我为什么关注了呀？可恶！哎，那为什么那天我想感谢你来，我搜不到你的名字 ？Why？ 我真的我搜举土豆豆，我竟然找不到你。这是什么奇葩的事情？OK， 冤枉你了，冤枉你了。那为什么我搜举土豆豆的时候没有在我的粉丝栏里面搜到你的名字？好奇怪啊！OK， 然后摊手 ，Sorry。我看看，再把这边偷一偷。蓝蝴蝶先哭 ，Sorry， 摸摸头，安慰抱抱。但是我真的艾特的时候艾特不到你，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是粉丝的话，或者是关注的话，都是可以艾特到的。但是那天我搁那找半天，我找不着，我操！我找不到你的名字，艾特不到你，很神奇。看一下。OK， 哎呀，这蓝蝴蝶最难受的一点是，它传视频只能传100兆以内的，我了个都！我压缩半天还压缩不了，难道是一体字？没有，我这是直接就是复制的。就是你打赏，就是你的名字，我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怎么搜也搜不到你，很神奇。
那不太清楚，我也不太清楚。按道理来说，如果是粉丝或者关注的话，会优先在第一列，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显示。那个蓝蝴蝶只能在100兆以内，我真的希望它能好好的优化一下。Blue Sky，ins 也发一发，退也发一发。对啊，他100兆以内，我发一个4K 视频，就超了，你知道吗？就几秒钟的4K 视频就超了，我真服了。我还是压缩过的，我没压缩之前是多少？我就104，我没压缩之前是635，我压缩完之后是104兆。因为一直跑到 Blue Sky， 然后跑到 X， 没错 ，Blue Sky 不太好使。Blue Sky 不太好使，它的功能没有推特全。当时找说用 AI 嘛，用 AI 嘛，然后跑出去了嘛。跑完之后发现没有人搭理。我看 Blue Sky 那边，英语用的比较多一点。OK， 现在还用的就是对怕被 AI 学习，然后又回去了，没办法。但现在用的一般都是我看英语用的比较多一点，要不就是 AI， 就是那种 AI 主播 AI 图 Blue Sky， 但问题是 AI 早爬了。对啊，就这么说吧，那些什么条款什么的，根本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拦截作用。我说实在话，说句不好听的，没有任何拦截作用。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这样，就是啊，你如果不支持那个翠和 ins 全是 AI5， 是吗？那我倒不是，那咱俩光的不是一个。我上来注册的时候都是光基本上就是关注主播啥的，没有什么 AI 条款没有用。对，条款没有用，它可以直接下载，或者是它可以说啊，你不支持 AI 的话，你就没有推流，我们不会给你任何推流。欢迎尼玛猪肉，早上好。对，那个没有推流，你不用主播好，早上好。哎，对了，结圈在他们那儿，没错啊，真的是信他们就有鬼了。当时搞的那什么，前段时间也有说，就是可以直接在推特上面改图，就水印什么的都是可以直接改掉的。但没人管得了他，对吧？没有人管得了他，就是你工作了你就知道了，就是没有一个比他更牛逼的存在的时候，你根本管不了他，你能明白吗？就是没有一个比他更牛逼的存在能管到他的时候，他就是无敌的。不爬你怎么可能 ？X 高级会员没准也会爬，这种东西谁说的准，对吧？他爬你又不知道，他拿去训练你又不知道，你还得找证据。你还得这那呢，哎呦烦死了！怎么视频压缩这么久？差高级会员，哎，我真的是很服气 Blue Sky 的那个上线，对，换电脑吧，帮不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吧，离开地球吧。离开地球就可以了，离开地球就没有人会 AI 你的作品，脱离生物圈。
嗯。前几天我才看 Blue Sky 说他自己终于可以直播了，我真的裂开了。但是 Blue Sky 有个好处就是他发的那个文字特别多，推特的话发文字太少了。你是不是在找 AI 肯定这什么东西？你看什么鬼畜的 AI 东西？我靠！你在搜索？你在画什么画？电脑充斥着什么 AI 奇葩东西？太猎奇了，我们不看。鬼畜。其实我觉得，看鬼畜你不如在 B 站看。外网的鬼畜真的一般，有点没有 B 站的鬼畜好看，可能是文化差异 ，I don't know， 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又是部分原始音频，可以部分用户可能看不到，无所谓 ，whatever。这什么斯必德？他这个 XQC 是谁 ？XQC 是谁 ？Speed 知道是谁？啊，是那个主播吧 ？XQC 是那个赌博老哥吗？热爱赌博的老哥？不知道 ，Speed 倒是知道。对，文化差异，看不太懂人家抽象的东西。对对对，是那个很爱赌的那个吧？我当时去澳门赌了多少钱？好几个亿，是那个吗？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耶稣哥吗？长得很耶稣那个老哥们儿，那老哥们儿挺是那个吗？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耶稣哥吗？长得很耶稣那个老哥们儿，那老哥们儿挺稳重的。看他切片感觉耶稣哥，耶稣在世啊。3个都听过，是这样的，经常能在抖音上看到他们的切片。欢迎 AIHECK， 欢迎严子瑜，早上好，早上好。暂时先把弹幕机关了，要不然弹幕机一直在重连。OK， 发完了。现在就在等我的视频压缩好了之后，就那啥了。我比较喜欢看耶稣哥，耶稣哥看起来比较稳一点。那俩老哥 Speed 还有那个赌博老哥太咋呼了。欢迎 Brandy 回来。
哪俩摩托旅行的老哥？这不知道。我昨天刷到 B 站的一个视频，但没有点进去。他的那个标题是，说有2个外国人不拿导航啊，误闯葬礼当饭馆。这个我看到了，但是我没有看全，就是营销号发的。我昨天刷到，但是我没有点进去视频看。他的那个封面是有俩老哥来到广州，然后不拿翻译，不带导航。然后说要骑行到武汉，但是逛了一圈，他们还在广州。泰国那个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是看营销号切片。然后问说离武汉有多久，说有100多公里。但是他那个误闯葬礼那个当饭馆那个我看营销号知道这个事儿，刷到过营销号。俩美国人，具体是哪儿的人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事儿我知道。对，以为是吃席的，结果是葬礼。那他们在说的是，说刚死西边就来人了，笑死了。是吗？你好，可以吃饭。那具体视频我没有看，我就刷了营销号。白事还得白人来。确实，洋相还得洋人出，是这样。我今天还是昨天就刷抖音的时候刷到那个一个荷兰人在美国模仿甜甜圈的视频。一个荷兰人，一个荷兰人在美国模仿中国润人甜甜圈。对，我给你找一下，那个视频，我给你稍微找找，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点赞，要是没有有，我分享在群里，分享链接 QQ， 打开 QQ， 这个发群里了。一个荷兰人在美国模仿中国润人甜甜圈，也是吃上圈血馒头了。日子也是好起来了。不是为什么我这个已经缩到97兆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发 shit？ 他告诉我还是不能，还是有点太高了，要在100兆以内。他眼睛是不是瞎了？Blue Sky 的眼睛是不是瞎了？我已经压到67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播？他还告诉我什么 are too large， 你的文件 too large 了，真服了。Blue Sky 能不能拉高一下它的视频的大小？我整个4K 视频齁难的。给压到1080p， 等一下，气死我了。
原始分辨是原始个嘚儿，10801920压制。现在是4K 时代的，懂不懂？还搁那100兆的视频呢，人家没钱呢，不像马克思哥哥。但是它的好处在于字发的多，你知道吗？马克思不充会员只能发80个字儿，还是多少个字儿？100个字儿，可少了。搞得我每次都在压制，在线的压制网站可慢了，超级慢。但是它确实能压那个啥，最好的压制软件就是小玩，小玩简直神奇压制，除了慢没有任何缺点。一不收费，二压制完了之后画质不会缩小，就有些压制之后，你看压制的很低，其实糊的一批。但它小玩就可以做到压很低，然后至少能压一半以下，然后画质还不会有任何减少，这牛逼东西，而且它还是免费的。缺点就是有点慢，除了慢没有任何毛病。还是老物件好使，还是老物件好使。点错了。我最近感觉我的鼠标滚轮不是很好使，感觉小玩是被搞掉了。为啥？我的小玩还能用啊？那个360什么安装管家还可以接着弄。最近鼠标滚轮不太好使。自从那个我那还是罗技的，你知道吗？自从那天罗技说什么降价了，还是怎么着，会像狗一样购买之后，从那天开始我的滚轮就不好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shit。就是滚着滚着，突然间就会抽一下，就整体往下滚着滚着，突然往上一下。除此之外还挺好的。换成打人国度是什么东西？打人国度是什么？叫你换了，对，就好巧不巧，就在那个逻辑出事的时候，马上我就鼠标就崩了。哦，不认买翻新机不认把顾客打了，原来是这样吗？哈哈。哎。OK， 来让我看看，在压制出来之后怎么样？鼠标，哎，这回可以了吧？32兆，我就不信不行。我先看一眼，我看看视频咋样啊？
欢迎写信给落雪，早上好，早上好，欢乐沙直播间。啊，可以，没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在那儿直接推枪毙，我跟你说。哎，行了，可以，1080P 就好使了。双飞燕算了，但我觉得我这鼠标还能再用。忘了当时买多少钱？300多块钱，反正挺便宜的，用挺久的，挺耐造的，挺好的。当时其实就是玩那个怪猎，然后当时鼠标没有侧键，又买了个带侧键的鼠标。咱们20下播还有4分钟，不知道今天的录播能不能出来啊？我靠，刚才播着15分钟都断网了，我操！不知道B 站能不能出来？吓死了，刚才又卡了一下。是这样的，我在用 WiFi 播，可能会卡一些，而且我现在在挂梯子，可能网速也会有问题。不好说，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呢，我们要学会掌握这个问题的关键啊。这个问题呢是叫那个怎么说？我们要把握关键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那怪猎都是手柄玩的。我之前曾经尝试过，我荒野的时候曾经尝试过用手柄玩，后来发现不好使，就是转身太慢了，手柄机动性有点差。鼠标机动性挺好的，主要是我玩太刀，你知道吗？太刀，尤其荒野它开了那个叫什么弱点伤口模式之后，这个问题不是不好弄，事在人为。然后一开那个戳伤口模式的时候，它就可以快速开刃嘛。鼠标就非常好弄，你用手柄就不好整啊！终于发送完了。这件事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挺关键的。OK， 搞完了，梯子关掉，我们把弹幕机打开。原来是太刀侠是这样的。我只玩太刀。成功连接至房间31814721。我只玩太刀，其他啥都玩不明白。之前曾经尝试换过，当时打黑龙嘛，黑龙我其实没有单人单刷下来过，最好的成绩是刷到了还剩20%的血，然后就到点了。然后30分钟就到点了，真的好极限。主要是不会登头，当时打黑龙的时候，主要是一直打不到头，就很痛苦。679，早上好，早上好。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关键的问题，对。欢迎7837262887粉丝进入直播间。灯笼空灯。电 Brandy 说：“灯笼灯空，也不是灯空吧。”就是老习惯性的蹬胸，不蹬头的话，到第3阶段喷蓝火就很难受。欢迎跳的好赏，欢迎跳的好赏，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们去看一下问题的关键啊！哎呦，自从断了之后，这个弹幕机就完犊子了。飞舞，操，怎么就废物了？我看一下啊。小小的跳的好赏说，小黑龙都打不过。对，是我是菜逼。直播。这个。哦，对，我这个打开。
这个事儿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哎，不是直播机，物质插件。跳的好爽说，前面使劲打他头3阶段不就没蓝火了？这不就是打不到头吗？这搁这说呢，兄弟。电 Brandy 说，竹玉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竹玉是这样。土豆豆说，我是用上头斩斧过的花。哦，我倒不会，我就会用太刀。就会用太刀，其他的玩不明白，就是它节奏会变。你玩其他游戏节奏会变。领导的废话文学，关键的问题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事跳的好爽说，太刀也玩不明白。那大笑。关键问题能打过就行。就是需要如何把一个问题定义成关键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来重新审视一下关键问题。我认为，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关键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成为问题的关键？本人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狙击了，在每一个日日夜夜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那么也就是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么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么关键问题的关键就一定能，或者说就已经换一句话来讲，我很庆幸我们公司几乎都没有这样的领导。关键，对啊，我们单位也没有，挺好。没有了关键问题，没有了关键问题，再关键，领导根本就不愿意开会，赶紧说完赶紧走。我们也是，我们领导就根本不愿意废话，你赶紧说完了赶紧走。行了。到点儿了，到点儿下播了，家人们，到点儿下播了，到点儿下播了。什么时候见？哎，正好清明节，我播的时候正好清明节放假，应该周六，应该是周六见，家人们。周六见，周六见。好88。拜拜，我补觉去了。周六见，周六见。土豆豆说委屈。怎么委屈了？尼玛猪肉说。拜拜拜拜拜拜曲土豆豆，拜拜 Brandy， 然后拜拜尼玛猪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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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土豆豆说88。